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6月17号。今天视频再来分享一些知识，也就是希望朋友们一定要珍惜比特币4年的大牛市，每一次压回来的点位。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两条重要的均线组，在欧美那边是非常的出名，一个是50的均线，一个是200的均线。在今年的2月份金叉到现在，从来都没有死叉过，而且历史上只要它有大金叉的位置，不会随随便便的就死叉。15年金叉一大波牛市，什么时候有看过它死叉？或者是2012年金叉，什么时候有看过它死叉？所以现在一定要珍惜手上多单，不管是我个人15K，或者是这一次压回来26K、25K， 目前的多单也是选择继续报，包括这2天也是一直在提醒，目前整个中线的调整，白色的这一条是有一个中线的下降楔形，方向是往上看的。昨天是又跟朋友们聊到这一个小型的黄色的下降楔形，方向也是往上看的。那现在价格已经是突破了这一个下降楔形的上沿的趋势线，下一个上涨目标会到哪一个位置？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牛图，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或者有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过的朋友，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聊一下这两条均线组，一个是50的均线，一个是200的均线。在欧美那边机构是非常的看重这两条均线，包括上一次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在1月份、2月份突破完以后，当时硅谷银行爆发危机的时候，它重新压回的位置也是踩在这个200均线的上方。然后我想跟家人们聊一个重点，就是这两条均线在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它一般不会反反复复，每天或者是1-2个星期，或者是1-2个月左右就给一些金叉或者是死叉的信号。所以希望朋友们一定要看重这两条均线。我们可以看一下，它上一次死叉的位置是在1年多以前，也就是2022年，当时比特币还在4万到5万的高位，从6万9高点跌下来，这边开始50的均线跟200的均线死叉，死叉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信号，告诉我们整个市场都是在看空的结构。而且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后面跌下来以后死叉这个位置，在突破48K 的时候要突破过不去，最终是在48K 遇到压力，也就是200的均线遇到压力，就走了一大波的空头。到现在1年多，在今年初的时候第一次金叉，金叉到现在，我个人观点，我的观点还是不变。整个牛市4年多的牛市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珍惜，每一次压回来的点位我也猜不准它到底会不会再回踩这个200的均线，但是我们可以回顾历史的一些走势来参考经验，压回来点位有可能都是很重要的买点，因为它这两条均线目前并没有死叉。因为下方观点是这样子，去年1年多的头肩底的底部下方是有1年多的成本在保护，就是这个200的均线在欧美那边是看成一个年线，年线的成本是在保护。我个人观点，有压回来一定要站在买方，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上，等下来跟大家讲这个19年跟20年的一个位置，它是有一点不同。如果我们看这个金叉，回顾到上一次金叉的点位20年的这一个金叉的位置先忽略不计，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历史的时间，在更早之前的一个金叉是不是在2019年的这个低点，也就是17年比特币见顶完以后一路崩盘，从2万跌到这个30K， 跌幅也是超过 80%。 然后我们如果参考历史 69K 的高位跌到这个 15K 的低点，跌幅也是接近超过 80%。所以如果是以 80% 的一个空间下来的首一次金叉，我们参考这个位置的金叉，横过去时间自己去计算一下，2023减去2019是不是事隔4年？那我们再回顾一下2019年之前比特币这两条长期的均线组，50跟200的均线之前有过金叉吗？是在2015年。所以去计算一下2019减2015，时间是不是又是事隔4年？历史有没有高度相似性？我们可以看一下2015年的一个历史，因为一直在跟朋友们判断
第一浪上涨很像2015年，目前是在整个中线整理的结构，有可能它会跌破这个60或者50的这个均线，会跌破这个50的均线，但是下方是有整个中长线200的成本在前面的底部，主力在筑底的区间，这个成本是在保护，所以有压回来点位，它没有踩这种200均线的位置，也有可能是有些点位，只要有大跌的位置都是重要的买点，或者是上去，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后面压回来的点位，这种位置也是重要的买点。压回来点位，它也不一定会去踩这个蓝色200的一个均线，有压回来点位，接近踩这个200的均线。基本上每一次压回来位置都是重要的买点，所以我个人观点，我们可以看一下，主要是2015年第一波上涨，它是只有1倍多，1倍多金叉的位置，它有可能就是类似这种区间横盘，并不会把这一个50的均线给它死叉200的一个均线。那我们可以看一下2019年后面是什么情况，就是2019年它这一波从低点到这个高点是涨了3倍，3倍第一波第一浪的行情就拉得这么猛，有可能就会导致50跟200的这个均线在金叉完以后，它洗盘洗的幅度如果相对比较深的一个结构下，50的均线它就会死叉这个蓝色的均线。所以我个人观点就是这样子哦，现在的结构有可能第一波上涨不像19年的3倍，而是很像15年的1倍。还有一些朋友也是在问要怎么看这一个比特币的市占比，它整个趋势是非常的强势，而且是脱离了整个低位的区间。那历史上比特币的市占比，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从2019年左右，当时是有一路市占比一直涨到，就是一路在涨到70%的一个占比。反正我的观点不重要，包括这个市占比的2条均线，目前也是在金叉的结构，所以比特币观点还是不变，有压回来的点位，尽量要站在买方啊。那我们来看一下，也就是这2天跟朋友们聊的短期组的这一个下降楔形，现在趋势是已经突破，不过也要留意一下，突破必须要收盘8点的时候突破才算啊。短线我们来观察下降楔形看涨的形态，它是已经突破了这一个矩形，因为里面还有一个矩形，前面一直在讲，这边还有一个矩形，我们先忽略不计，我们短线就观察最近有在聊的，这是一个多方脱模，然后这2根也是有一个拇指线，这2根也是一个插入线，然后我们要观察一下，就是这边不是有一个矩形箱体震荡，特别是这边有一个多方吞噬 K 线的位置，现在既然是挖坑挖坑挖坑3个坑能反到这个矩形，那我的观点有可能上涨的目标下一步最少可以看一下这几个高点的位置，我们可以把矩形缩小到这几个高点的位置，理想的上涨目标位有可能会接近这个位置。不过我个人观点还是一样，中线时间到底够不够，还是说有没有可能在这边横一段时间，到时候看会不会去突破这个中长线的下降楔形。然后短线我们再来观察一下比特币布林线的中轨，短线是有一点压力啊。目前其实中轨我个人是觉得应该是走平的，而且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KD 指标是在金叉。那我们要利用4个小时里面的一些形态再来观察一下最近有没有转暖的迹象。4个小时观点是这样子啊，就是这一根量已经是出来了，而且前面是有讲过，这边不是有一个下跌的大量，然后这一根下跌是不是也是大量，包括这个低点的位置下跌也是大量，所以最近已经是有在4个小时里面走 N 线，而且是这些量呢已经是把前面这些低点的位置卖出的量就是被主力给接走了。下降楔形聊了几天，就是有主力在骗线，一直在日线里面骗线，跌一根主力接货，跌一根主力接货，跌一根主力接货，那现在是不是要开始启动了？我的观点是也是不排除，反正这量多单有做对给我抱住，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